打一个50是什么意思啊？点你耶！我按错了啦。什么意思？第一把而已。第一把就打完了。我提示你哦，我按错了，我现在按对哦，你现在赶快弃牌哦。太大了吧！它很大。OK 啊，钓鱼成功哎！ Hello， 大家，我们今天要来直播汉斗杯，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桌上的这几位玩家分别是谁。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我们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啊，像是我们的直播企划的主管，同时也是课程部的主管 Vic 是我们的助教，等一下打牌看他就会知道，特别有经验，特别厉害。浩哥是我们战队核心成员，主要的主持人，未来的话他也会是我们的助教。然后再来是东东，负责我们 All In 节目重要的一环啊，非常多的内容都是他准备的。再来是佳佳，他是我的国小同学，这样介绍对吗？然后再来是阿嘎，阿嘎是影音部的主管。再来是俊博，俊博也是在负责节目企划的。再来是安安，安安也是我们的助教。所以今天的阵容呢，非常的精彩，在座的各位呢都是会打牌的，等下就知道会不会了。等下就知道会不会了。那我们就得开始。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跟奖励。今天呢比较特别啊，它不是像现实锦标赛的方式，我们是做一个单桌的 SNG。那我们的筹码量呢是5000，每10分钟升盲。第一名是特休1天，非常的好，特休1天，1天休假。第二名呢是课程的补助1500块。第三名呢是 WSOP 的纪念品。特别的规则呢是只要 KO 我的话，他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员工聚餐300元的预算。可以累加吗？可以累加吗？应该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如果说在牌桌超过4个或等于4个人的时候呢，我是可以重买的。那其他玩家是不能够重买的。大概就是这样子。赛事规则大概就到这边，我们就直接开始。大家开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战队的活动啊。如果说你现在加入小 P 战队，完成 KYC 认证的话呢，就可以获得免费加入我的教学群组1个月。那我本人呢会亲自解答这个群组内的问题，所以说你想要问我扑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任何只要是跟扑克旅游，我都会回答啦。如果说你的买入达到800美金的话呢，就会自动的续留。所以欢迎私讯我的官方 LINE@ 加入我的核心成员，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入到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贝雷 P 道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影片教学，包括决赛桌啊，或者是使用电脑软体分析。打一个50是什么意思啊？点你耶！我按错了啦。什么意思？第一把而已。第一把就打完了。我提示你哦，我按错了，我现在按对哦，你现在赶快弃牌哦。太大了吧！它很大。OK 啊，钓鱼成功哎！哇塞，俊博可以不要那么凶吗？不到3手就要下班了。真的哎。每个比赛都打这么下班喽！什么意思？哎，这什么意思啊？大家，我只有1手牌可以发问。东东晚安，东东。为什么敢下班了？是很想下班是不是？对，你这还可以跟啊？你在做效果吗？哇！左右而出局。有人问 N8 比赛怎么选比较好啊？当然，第一个选买入区间啊，跟赛事的种类啊，尤其是这个赛事结构，我觉得应该是选比赛的一个重点。浩哥，这里有炸虎吗？难呐，好难抓呀。哎，我那天就是这样open。哦，小屁孩，300要减了，300要送钱的。浩哥，这里有扣的论据吗？不到10 BB。我现在应该不能讲。你现在应该不能讲。你私讯我啊！你私讯我，我看等下看对不对？你也私讯我。靠北这边不就这2手而已，靠腰。好，我看到了。现在肯定只有那个啊。肯定只有那一个，又知道了。笑不完了！你 carry 不是？你送300。还有那个跟这个，那个跟这个，你猜不出来啊？不是那个，我被逼好玩哦。好，安排好 check， 然后佳佳下注半个底池，扣转牌黑桃8 check， 合牌巨博下了一个大盲，这是按错吗？
啊，他说没事他按错，这是按错。我先把它跑完好了，好不好？那我们从各式各样的状况来看，这手牌没有看到佳佳的手牌啦，但你说是黑桃 K 嘛？我真的 AKO 啊，你 AK 带黑桃 K 哦，好。对，那我觉得这手牌第一个就是翻牌前，我认为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3次下注，原因是因为小盲位对上 CO 位翻牌前的加注范围呢。AQ 同花绝对是大幅领先，他还是会跟住很多被压制的手牌，比如说 QJ 同花、KQ 不同花、A10、AJ 不同花，或者是 A10 同花，甚至很多同花 A 都会跟住，所以我觉得 AQ 翻牌前3次下注应该是一个比较高频率的一个做法。那跟住的话有点保守，翻牌当然 check， 然后持续下注之后，我觉得比较简单又直觉的做法其实就是加注，因为对方下注，当然他会有炸胡，但对方下注也有可能是一张黑桃，不管是黑啊或者其他组合。那我觉得如果佳佳是任何的顶队或者是中3条，当然都会跟注，它就是一个很直觉嘛。我们有大牌的时候就加注，尤其是深筹码的情况下，因为第一把牌其实我们是100个大盲，在筹码越深的时候，其实好牌主动加注是一个符合预设的逻辑。那选择跟注的话，比较特别的是转牌的过牌，因为如果我是佳佳，我在转牌中了一个黑桃 K， 基本上我应该都会选择下注，或者是说一个完整的说法是，我只要有黑桃9以上的手牌，我应该转牌都会下注。那如果说我在这边假设是有一些什么 A7 不同花带一张黑桃7以下的黑桃，我才会过牌。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因为我们的黑桃比较小，不能够价值下注，但是可以抓炸胡，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符合整体策略的逻辑。那在合牌的话，假设对手真的下注一个大盲，我们不在乎对手是不是按错，那我觉得一张黑桃只要是10以上的黑桃都是很明确的加注，加到600多我觉得是 OK， 底池700，加到500、600，我觉得都还是会被一些更弱的黑桃跟注。被再加注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对方就告诉你他就是黑花。那我觉得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 ，K 花当然是你说 GTO 跟注当然对，但实际上对上大部分的玩家的话，其实你自己都会知道也很难赢啦。那我觉得以一个合牌的状况来讲，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做到错误。那我觉得如果今天以一个 AQ 在翻牌加注，转牌开在黑桃再下注，我觉得这手牌 K 花合牌是有可能输完的。你说有一些地方就是说应该要下注，但我也想知道说就是下注的尺寸大概多少呢会比较好，或是多少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下注或者下注的尺寸的逻辑是什么？最简单的预设出发点呢，其实是当我们今天筹码量在100个大盲的时候，大部分的持续下注，我认为如果说你只放比如说1或2个下注尺寸的话，我觉得翻牌大部分会选择半个底池。比如说70个大盲有效以上的话，持续下注都是半个底池。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翻牌会下注半个底池。然后转牌的话，你可以有2种下注尺寸，比如说1/2跟满趴。但是在同花的牌面，其实并不会有大尺寸的下注，所以很有可能是半个底池。合牌的话，如果我是你的话，他下注一个大盲，我应该会加注到一个满趴。你是加注到700嘛，所以其实差不多的一个尺寸。总结来说，就是当我们今天筹码量越少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越小的持续下注，各式各样的翻牌跟各式各样的范围的时候呢，在100个大盲的预设下注尺寸会是半个趴或者是一个满趴，不大会使用小尺寸了。要看我手上的筹码够不够深，越深就可以选越大的尺寸。对，因为第一个级别基本上大家都100个大盲。我们要么就是选择过牌，要不然我们就选择下注。你的手牌觉得说不够强去下注的话，那我觉得过牌会是一个比较好，在一个深筹码的情况下。好，那我们进入到第2手牌，翻牌前加注3次下注，然后选择跟注 ，check 之后下注跟注，然后转牌 all in 对7，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100个大盲，我们会有很多翻牌前，不管是范围或者是3次下注尺寸的选择。翻牌前加注2个大盲或3个大盲或2.5大盲，我觉得不是重点。3次下注的手牌跟下注尺寸，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那我觉得300其实是 OK， 原因是因为俊博在有位置的8成位，预设的下注尺寸的话，我可能会加到再多一点点，比如说350到400，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说今天我在盲注位的话，我会3次下注大一点。1对9可不可以3次下注对上 low jack 位呢？答案是可以。1对9或者1对8或者1对7，在8成位对上 low jack 位的翻牌前的预设范围呢，跟注的期望值其实还蛮不错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今天拿1对9 3次下注的时候，对方继续的范围会更两极化嘛，比我们弱的范围会弃牌，然后留下一些比较更好的范围。我觉得1对9没有强到可以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的3次下注。其实翻牌前我没有任何资讯的情况下，1对9我应该是高频率的跟注。
当今天一人加注一个人3次下注的时候呢，以盲注位的预设策略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1对7应该会选择弃牌。我在小盲位，我很有可能 AJ 以下啊，77以下、88以下的对子，我很有可能都会直接弃牌。我觉得今天如果他3次下注到300，我也希望有效筹码量可能是什么20倍以上，就是可能是6000以上的筹码深度。还要考虑到的是，你在翻牌后是一个劣势，也就是说，当你今天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中3条，你也不一定会赢到所有的筹码。我觉得1对7在这个地方翻牌前很有可能就会直接弃牌，原因是因为坏处太多，然后它没有什么好处，太容易被压制。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炸胡的话，我觉得首选是什么？过宽的范围可能是什么 A5 拖或者是什么 A9、A10 同花啊。我觉得这个牌就是跟注太容易被压制，但是你也觉得说啊，这2位玩家范围特别宽。假设你今天4次下注了，被1对9跟注，你都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超车，或是看到一个很好做操作的一个翻牌。同花牌一定更好，带有 A 或带有 K， 我觉得都比77来的更适合。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1对7在这个翻牌，如果我选择4次下注的话，我一定会选择下注。这个是一个翻牌的预设策略的一个概念。翻牌前4次下注的玩家，他的范围是非常的强，然后对手3次下注之后只有跟注，所以我们是4次下注的玩家是有一个绝对的范围优势。不管是什么样的翻牌，我都认为4次下注的玩家都应该要有一个全范围的下注，25%到30几%，我觉得 OK。但是我觉得1对7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是 check 的话，就只能是 check fold， 就只能是放弃。我的预设策略是这样的啊。那当下俊博选择半个底池，我会觉得900有一点太多。如果说你今天下注期望被一个更弱的对子跟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下注400到500，下注到900，相对来说是冒一个比较高的风险，但是好处并没有这么多。转牌有没有开9其实不是太大的重点，原因是因为今天如果说下注一次900 check 之后再下注一个1800，我会很确定的就是bottom位的玩家要么就是很明确的慢打，所以我觉得1对7在这边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放弃。但是并没有，对，但是并没有。其实这手你不用这么认真，就是我在乱咬而已。拿手里对就想要进去抠个 set， 我觉得要看情况，看来就是预设范围。如果他明确就是 AKK， 那你中了3条的时候，其实他有机会中一个更好的。如果说他跟注可能会有更多的好处吧。button 99的话，跟注的 EV 在这个筹码深度一定是大于3次下注的 EV， 这是100%的。如果说99要3次下注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对上安，比如说 CO 位，可能比较松的 hijack 位，我觉得可以。但你预设策略来说，如果是对上前面的位置的话，跟注 EV 一定会高很多。low 价位刚好是一个分界点，然后对上后卫的话才是一个很明确的3次下注。那后卫的话，我觉得只会有 CO 位，就是对上安的时候才可以价值单次下注。原因是因为安会跟更宽的范围，它有更多的范围是比较弱，然后会跟注。但是 low 价位其实第一个加注范围就比较紧，然后它留下的范围又更紧。那其实你拿到的好处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翻牌前的一个概念啊。这种77、88、99可能比较偏向跟注。对，在这个筹码量的话，去找一些其他的同花牌、连结牌会比手里最好。如果是选择到4次下注的话，我觉得所谓选择4次下注，是我们面对的有人加注，有人3次下注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4次下注的手牌一定要有一些很明确的手牌，比如说有 A 或者是有 K， 可能是一些 AJ 同花啦、KQ 同花啦，或者是 AQ 不同花，在东的位置才会比较适合选择4次下注。那我们进入到下一手牌，翻牌前130几，然后被加到400我觉得选择跟注是 OK 的。以翻牌前的范围来讲呢，大概是 A10 同花以上，然后 AQ 不同花应该也会跟注，我觉得会继续的范围差不多在这里，所以 AJ 同花其实也在范围内。看到这个翻牌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的预设策略的逻辑是 AJ 看到这样的翻牌，很有可能都不会考虑弃牌。第一个就是这个筹码底池比相对来说，你中了一个非常好的翻牌。那翻牌的下注尺寸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这个筹码深度其实不需要下注这么多。我甚至觉得，因为俊博有一张梅花黑，所以他可以下注的更少，比如说200。希望让佳的，比如说1对9跟1对10更容易跟注，因为如果佳手里面是1对9、1对10，尤其是带有梅花的，他很有可能会跟注。但如果说你今天下注350，他很有可能就不愿意跟注。这是有差别的。当你今天有梅花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筹码量其实不用下注到这么多。你的 AJ 同花当然要跟注。那转牌的话，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在这个筹码量，如果说你给电脑软体去看的话，它可能不会有一个除了 all in 之外的选择，它要么就是过牌，要么就是 all in， 就是在电脑分析可能会是只有这2种选择。
但以实际上来讲，其实我蛮喜欢会是你可能在下注一个400到500，他这个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况，因为他好像转牌多了一个卡顺。今天一对 J 面对一个更小的持续下注的时候，他会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俊博可能透过一些比较小的下注，让佳佳持续的犯错。那如果是这样子，佳佳会持续的犯错的话，那我觉得下一个小注比较容易犯错，反而是下大注的时候，其实佳佳决定会很简单，他要跟他就是有 A， 他没有 A 他就不会跟。差别是当今天佳佳的手牌是没有 A 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会犯错？犯错的情况下，就只有俊博选择一个比较小的下注才有机会犯错。下注900就等于是 all in 他的意思的时候，我觉得到后面其实就比较没有什么好讨论，因为就已经是套池了，所以合牌他也知道他会。我觉得双方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些下注的尺寸可以有一些更好的表现，会让你的整体的期望值赢得更多，拿到更多的价值。然后这手牌是75、150 check， 然后转牌大盲下注，我下注半帕，然后 river all in。你是 A4，对，梅花。哦，你是 A4 梅花，就称重顺子对。就看安安是什么牌在想。AK 在想要不要抓炸？你是 AK 在想抓炸我。我如果是你的话，我 AK 应该不会考虑抓炸，所以观众讲一下这一手牌啊，大盲是 A4 花，然后安安是 AK。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合牌，我 AK 是不会考虑，原因是因为这一个牌面对大盲其实太友善。合牌假设我今天中 A8， 我觉得会是一个可以考虑抓炸，但是不会去跟到 AK 啊。好，那这手牌呢是5人桌的状况，然后我有 8.5 个大盲，挺有意思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会看到我翻牌前在这个筹码量选择跟注。第一个，我觉得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KJ 同花在翻牌前 all in 是不是正 EV？ 是，但是它是不是最正 EV？ 我觉得并不一定。原因是因为我会认为，如果我今天有可能打一个翻牌后的时候有位置的情况下，会让这手牌的 EV 更高。我 all in 的话，我觉得这个决定对 Big 来讲太简单。当然，我不是说我跟注之后他翻牌后一定会犯错，可是理论上我翻牌后我有位置，我一定是一个优势。这一个筹码量我会跟注的情况下，我不在乎盲注位会不会跟进来，原因是因为盲注位跟进来的手牌很有可能会被我压制。那我觉得第一个这是好事，第二个就是我认为多人底池我也不会犯错，原因是因为我在多人底池经验会比较多。我有时候拿这种牌会 all in， 但我有时候会拿来跟注。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跟注，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优势会比较多。那翻牌的话，我们今天中了一个顶对，就是一个很明确，除非转牌开方块，要不然这手牌应该就会投入到全部的筹码量。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很多人我没有方块，所以我翻牌就 all in。我不会说他错，但是问题就在于是，当我今天下注一个1/3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逻辑是一样。当我今天 all in 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决策对于其他人讲是不是很简单？你们要么就是很明确的跟注，或很明确的弃牌。可是当我今天打一个这样子下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盲注位或者是 Vic， 他都会有很多的决策是有机会犯错。那我所谓有机会犯错，指的是说他有可能有一些听牌，或者是他有1对9、1对10，那他要不要跟注？那如果说今天 Vic 是1对10，我 all in 他就不会跟注。我潜在透过一个小的下注，我有机会赢到更多的筹码。我们说转牌开方块的机会也很少嘛，可能不到20%。我们不用太担心转牌开方块小概率的事情而影响我们整体的策略。我会认为，如果我今天800他跟注，大部分是不会开 J 不会开方块的时候，其实我是赢更多。长期来讲，透过一个小的下注会赢多输少。那在这个转牌，其实2位玩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他 A10 一定是过牌，然后我 KJ 就是一个很明确过牌。下注的话没有必要，原因是因为不适合拿来炸胡，也没有必要拿来炸胡。那这个时候合牌面对他下注的话，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轻易的弃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范围里面有很多更好的手牌可以跟注。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很难 check call， 然后 check check， 然后合牌 all in 是炸。他 check call 的手牌其实就会很明确，至少有听牌或是有摊牌价值。除非这个时候 Big 会拿一些很奇怪的、很弱的转成炸胡，那你相对来说整体的范围，我觉得这个手牌就不落在可以适合抓炸胡的手牌，所以明确的弃牌。如果说你今天觉得，你的技术可能比 Big 要差一点，那翻牌前或翻牌后是不是可以直接 all in？ 那我觉得翻牌前是，原因是因为翻牌前的 all in 其实只要考虑到什么？只要考虑到你这手牌对它的范围是不是正移，是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选。但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有技术，就是你打很久之后，其实你的问题就不会只在于说这手牌翻牌前 all in 是正 EV， 所以你就做。原因是因为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会做最正 EV 的决定。也有可能 all in 是正 EV， 但是跟注是更正 EV。假设你认为他技术比你好，然后这手牌是翻牌前的 all in， 对，我觉得翻牌前 all in 比较好。
这是因人而异的。那至于翻牌后呢，我觉得用这样子的逻辑去讲通不通，我觉得也通啦。就是翻牌，如果你 all in 呢，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翻牌的 all in 跟下半个底池或更小，我觉得相对来讲 EV 应该是下半个底池或更小比较高。但是呢，你觉得直接 all in 比较简单，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我会建议选择比较小的下注尺寸，原因是因为好处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前面的逻辑能不能够成立，我觉得不一定，但是我不会说它是一个错误。而且你终究还是要学习翻牌后的正确的下注尺寸。